从以前到现在，宝可梦常常有一种令人便秘的情形，叫做喜欢的宝可梦被放在很后期的地方。像快龙、班吉拉、靠背龙这种600族几乎都会这样设计，或是其他人气很高的宝可梦也是。想要为所欲为的组队，就必须自备2台掌机或主机，假装自己有朋友互相交换。还遇过有人传一只超梦到新开局的记录，隔天来学校一直炫耀：你们看，我一开始就有超梦欸，你们看，然后都不敢进入战斗，只敢在那边炫家靠背。一开始凑满6只喜欢的梦之队是不太容易的事，现在长大了就要用大人的方法把它玩回来。我从黄版传送一只迷你龙到蓝版，直接纳入开局队伍，打算从头带到尾，目标在4天王之前练到55级，进化成噜噜咪。另外还要同时讲完绿红蓝版的过程，御三家个别选择相对应的封面宝可梦，妙蛙种子、小火龙跟杰尼龟，然后参加 G8 人的抽奖比赛，内容很没水准，就是比谁暴击多而已。哇！绿红蓝版的宝可梦总共有2种模样跟图鉴说明之外，还有画面颜色不一样，以及修复一些 bug。聊天室表示最喜欢绿版的颜色，看起来对眼睛最好，而且海是蓝色的，跟另外2版比起来感觉有差别待遇。来到长青市，为了玩到没玩过的开局组合，以及4版使用的宝可梦尽量不要重复，我传送一些前期无法取得的宝可梦给下一版的开头。影片实际的破关顺序是黄、蓝、红、绿。黄版传迷你龙到蓝版，蓝版传成龙到红版，红版传飞天螳螂跟3D 龙到绿版。这些传送过去的宝可梦等级都远高于现在的8、9级，所以经验值养分还是会优先给低等的练，除非掉签警报器突然哔哔叫。像有一次我不小心在长青市迷路，往左走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结果很巧刚好 G8 人也在这里耶，还想发起友谊的对战，我直接用迷你龙勒死他全家，真爽。在长青市北边森林抓一抓补图鉴跟过渡期的好朋友绿毛虫跟独角虫，还有本频道唯一认证有害生物皮卡丘。再来打第1道馆小刚，妙蛙种种藤边玩弄他的小拳石跟大岩蛇，杰尼龟用泡沫弄死大岩蛇。唯独小火龙的辛酸远高于其他2只，只能用火慢慢烤，烤到大岩蛇使出忍耐绝招。轮到秘密武器登场的时候了，尽忍耐哦，尽忍耐，碎啦！自己人，尽忍耐！这只给你打，这只给你打！漂亮，这个叫战术，好不好？皮卡丘，你努力了，你做得很好。前往月间山的草丛有特产胖丁，山里面有皮皮，还有几率很低的派拉斯，都是路过必抓的宝可梦。抵达华兰市，先跟大家说声抱歉，上集在这边有2件事情说错。金珠确定只有火红叶绿可以重复取得，当初听聊天室的说法觉得逻辑没错，加上文案跟上片时间太赶，我没有确实去实测就列为影片内容，导致传达错误资讯，非常感到抱歉。以及脚踏车有后续对话，在原影片确实有说明这是透过任意代码注入加入的内容，并非游戏原本设计的脚本。我原本想找的是几年前我印象看过的另一种国外版本，但是已经找不到当初看到的影片了，所以到底游戏是否有设计购买脚踏车的后续对话仍然是个谜，需要执行一次任意代码注入才能见真章。但因为过程繁琐又不易操作，也许要很以后才有办法去研究相关领域。以上2点是上集讲错的讯息，跟大家说声抱歉。有一位认识的网友叫鸦片，他想让我抓一只不一样的梦幻，同样先从训练家出发第1步，再来找特殊值21的呆呆兽泡茶，为了让等等出现的梦幻变成1级，用哭声或是任何降攻击的招式让它下降6个阶段，每降1阶 bug 怪就会少1级，再来去触发 bug 怪。成功出现1级的梦幻，这种1级的 bug 怪身上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总经验值设计错误，它是100级的数字，所以带他去打一场低于所需经验的战斗，就会发生神奇的事情。但缺点是学不到任何招式，需要技能学习机培养成杀人机器，否则只能用拍打把对方拍到脑震荡。不过这只是玩 bug， 所以把它存进电脑里不使用。小霞道馆还是火恐龙的最痛点，小刚道馆只能声控10级以下的宝可梦，所以传送过来的宝可梦都没得用。我把一线希望寄托在一只神鸟凤凰上，哔哔鸟。
泼杀战术意外有奇效，保赛星完全打不到，而且还能声控暴击，暴个击好不好，雕哥？有听到我在讲话，我大雕哥怎么输？红板决定抓凯西纳入主力队伍，雕哥入队是聊天室选出来的结果。前面我一直说波波超烂，以前养到比雕打4天王才发现超烂，跟皮卡丘一样，但是他比皮卡丘好。这2只都是靠外表去骗新手抓来养的。后来我一律拒绝抓波波。听完故事，他们知道很烂，就投票要我抓波波。这是什么悲催的实况人生？篮板队伍依然是这3只，篮板一样只有这2只。来到枯叶市，篮板确定增添一位飞行系队友，在左下角的民房可以用波波交换大葱鸭，我都叫他葱哥。我对他的期待非常高。葱哥23级学剑舞，39学必定暴击的劈开。如果能善用属性相克来跳剑舞，葱哥绝对是能在4天王舞台中发光发热的潜力股。我对他的评价起码有在飞行系的前5名。篮板把圣特安努号留下来，另外2板开走。把船扣住的方法是跟船长拿聚合斩之后，故意输给里面的训练家即可。这一切的神圣仪式都是为了日后拿卡车里面的梦幻。第3道馆雷丘没有任何一队陷入苦战，蓝板迷你龙靠无齿麻痹加捆绑，把雷丘绑成麻糬。红板靠尼多王电系打不到地面，轻松获胜。尼多王是临时投票加入的第5个伙伴，红板队伍只剩1个格子。绿板直接靠堂哥的劈开把雷丘切成2半，靠传送提早拿到宝可梦过前期道馆，真的是新鲜感十足的事。顺带一提，上集有被纠正说皮卡丘明明电得到小泉石跟大岩蛇，殊不知你已经成为盗版软体的受害者。以前有些中文盗版盒卡没有属性系统，所以才发生皮卡丘电得到小泉石，那版连卡比兽都撞得死鬼似。离开枯叶市，前往第4道馆，一路穿过黑暗隧道跟紫苑镇，迢迢千里来到玉红市，打第4道馆草系。红板跟蓝板都变成飞行系的肥料，给 BB 鸟跟葱哥标等。绿板原本要靠堂哥劈开清场，结果不小心练到30级，直接失控，完全不听指挥，只好靠3D 龙，打得有点吃力。去顶楼拿伊布，个别进化成3属性伊布。这时红板队伍已经凑满6只，雷伊布是最后入队的主力之一。雷跟水有多好用就不多说了，尤其是水伊布超好用，我只是跟着讲而已，我没有用过。这边特别想提一下火伊布，在初代被戏称唯一王的悲剧宝可梦，有排名第2高的超高务工种族值130跟特殊种族值110，但是前3个世代的火属性都属于特殊类，火伊布天生高务工却学不到好招式，高务工显得无用武之地，导致他的评价跟出场率远低于另外2只。如此可怜的火伊布被赋予唯一的名号，主要有调侃的意思。但是第1世代的特殊值尚未分家，也代表火伊布有高特攻跟高特防，意外适合拿来打超能力跟毒系。给他学招泰山压顶，超顺手。我很期待他在后期对战有什么非凡表现。进入玉红市赌场地下室，一人血洗火箭队基地，紫苑镇拿笛子，然后用笛子吹醒卡比兽，准备前往浅红市。不过进度要暂停一下。这边要特别提蓝板的待遇好到很夸张，我认为他是4个版本里面最适合没朋友的首选。跟路人换得到耿鬼、肯泰罗、龙龙眼、戴龙，光是肯泰罗跟戴龙这2只能用换的，就省掉一堆在狩猎地区左右的时间。原本头奖只能用偶遇的方式，然后丢石头、丢球，后面2个步骤失败，直接重来。我以为我是小智，原来我是开司。通常我会在狩猎地区抓蛋蛋，顺便补图鉴，其他地方不太好遇。再来蓝板，我也很推荐去黑暗隧道抓一只万力，练到28进化成好力。在华兰市宝可梦中心左边民宅，有人用鬼斯通交换好力。鬼斯通的进化条件是通信，所以到玩家手上之后自动进化成耿鬼。猫老大也能换到好康的。紫苑镇外面草丛有一堆喵喵，路上加减交换打一下赚个经验。28级进化成猫老大。骑脚踏车进浅红市之前有栋建筑物，有人用肯泰罗交换猫老大，超多人跟我推荐肯泰罗配破坏时光爆干强，我还真的没玩过这只公牛，好奇到底有多强。所以蓝板队伍到齐了，3板队伍目前长这样。
绿版队伍还缺2只，还需要打败第6道馆才能冲浪，过海去红莲岛补足剩下2只。以这样状态去踢馆，红版尼多王已经变成属性拼装车，口吐机动光线，还有西野福公司11楼干来的地震，全打地面系脚踢毒系。蓝版靠耿鬼精神妨碍，绿版靠堂哥劈开跟3D 龙，遇到地面系就换水衣部加减转一下，属性全克没什么问题。绿版继续努力寻找同伴，往红莲岛游过去，复活化石翼龙，纳入队伍里面唯一的飞行系。化石盔跟菊石兽顺便复活。当初月剑3只能化石2选1，所以要补齐图鉴，一定要找另一位选不同化石的玩家跟他通信交换。宝可梦别墅有绿版特产鸭嘴火龙。我很意外这只被聊天室选为主力队伍，我玩到黑白1为止从来没玩过鸭嘴火龙，抓到的时候我很惊讶，居然只有一招火花，马上带去西野福公司纵火，43级学到稀有的火焰拳。第5道馆超能力大多具有血少皮薄的特征，用堂哥跟化石翼龙这种高物攻高速度快攻手进行压制。呆河马跟鬼市家族靠3D 龙，有10万伏特跟幻象光线。蓝版直接变火衣部主场秀，整场泰山压顶撞烂。呆河马就改用哈克龙10万伏特压制。那只的43级虎地毫无压力，化石翼龙2个飞天搞定。火衣部直接1穿4。红版靠成龙跟属性相克，第5、第6道馆都是黄版压力比较大，等级一口气跳到50，实在是跳太多了。第7道馆火系，3版各有一只水系来灭火，一路喷到底，过程没什么特别。先前拿到冲浪跟怪力，蓝版终于可以来做一件事。以前听到把圣特安努号留下来就可以用怪力推卡车取得传说中的梦幻，是他妈的传说中的梦幻欸！我永远都记得当时听到消息的喜悦，那次重玩的心情真的像中邪一样。他妈快给我冲浪跟怪力，然后打超快，一路冲到浅红市拿2样秘传机械，再冲去圣特安努号推卡车，然后看有一个卡车，就是这一台卡车，有没有？就是这个卡车，有没有？然后对他使用怪力，有没有？哦，他动了，有没有？在这里捡到，看讯息跳出来了，获得梦幻，哦，梦就拿到了，真的吧？没有骗你们吧？这推卡车推到的哦，没有骗你们啊！我哪时候骗过人？好啦，回头讲认真的，推卡车拿梦幻这个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直接看这段画面就知道了。On this truck or something to get Mew, and we all know that's not true. But I can finally show it off in the marathon that it's not true. What? 这是 HDQ 2016出现过的一段画面。我看完鸦片的文章并向他简单请教之后，我自己的见解是它确实是假的，但它可以藉由 ACE 任意代码执行注入的方式办到。根据我自己对游戏的经验跟理解，还有鸦片撰写关于 ACE 解说跟范例引用文章，也包括原作者的推文解释，连结都会放在下面留言置顶。我认为朝这个方向去解释应该是不会错，但是实际操作并且证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主要是台湾专攻这块领域的玩家微乎其微，很可能得不出正确操作结论就中途挂点了，或是到不了研究的尽头，所以大多只能从国外玩家经验去推敲，还有少量的执行去推算原理。任意代码执行跟修改 ROM 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在网络上已经有明确规定，玩家之间也有共同默契去定义并归类。简单来说，任意代码执行只能用游戏给予玩家操作游戏的方式去发生任何现象，例如上下左右 A、B 暂停选择，还有电源开关，只要操作符合这个范畴，都属于任意代码执行。即使使用短时间输大量指令的机器，大多是为了避免整场秀的冷场时间过长，直接从外部修改游戏文件，那就是修改 ROM。所以推卡车出现梦幻，在我们眼前呈现的顺序是卡车被推了2格，然后出现代表梦幻的兽类小图，而不是平常放置宝可梦的宝贝球。这些画面不符合怪力跟取得宝可梦的逻辑，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个 ACE， 传说是假的，但是办得到。然后这位玩家曾经在 SGDQ 2015 2小时20分内光靠一个篮板完成151，亮点是中途用了大量不常见的任意代码执行来完成151，观众会无法预期接下来有什么惊喜，并且带着期待继续看下去。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秀。以前也有流行小拉打变成梦幻的 bug，
我认为也是很像 ACE 带来的结果，这比较少人在用了，因为卡夹有继续损毁，所以我用第三方工具来用给大家看。第一位放任意水系宝可梦，然后随便塞4只。第6位放小拉达，道具栏刚好13样道具，把游标移到第13个道具，按住选择出现闪烁之后 ，B 键取消道具栏，再到草丛内遭遇野生宝可梦，选择宝可梦，选小拉达，画面发生错误，选逃走，原本的小拉达就会变成梦幻。bug 流程到这边就结束了。这是最早以前听到拿梦幻的 bug， 以前小时候试过，但是拿完没多久就宕机了。然而推卡车拿梦幻这场骗局真的是太过经典，这是全世界宝可梦玩家的共同语言，很少有拔蜡传到全世界都是相同版本，被 ACE 做出来然后看到，更有一种希望它是真的，很一厢情愿的想法，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最后剩长青市的第8道馆主打地面系，所以跟第7道馆一样靠水系，哈克龙吐口水，红板靠成龙，绿板靠水一步，轻松完胜。接下来穿越冠军之路，硬是把哈克龙撑到50级，一轮游戏破关前大约可拿到7颗神奇软糖，哈克龙顺利如期进化为鲁鲁米，表情挺凶悍的，红绿版就真的很鲁鲁米。接下来剩最后的4天王，整体队伍长这样，蓝版跟红版一看就是能破关的组合。快龙最强的不是什么破坏死光，也不是10万伏特跟暴风雪，而是特地留下来的麻痹加捆绑，堪称蓝版的樱木花道。肯泰罗有地震跟无耻的破坏时光，我现在才知道第一次带用破坏时光剪尾刀可以连续行动。我一部专门克制吃特殊值属性的皮薄嫩鸡，像是胡地跟其他超能力系的，冲给我剑舞跟劈开，整支队伍几乎能应付所有状况。红版队伍就是标准的属性对应，每一只都榜上有名，没什么太大特色。绿版是3个里面最糟糕的组合，有可能打不赢。3D 龙是整队的扛把子，有精神妨碍、三角攻击跟10万伏特。第4招是纹理，效果是复制成对方属性，打长期战具有奇效。飞天螳螂跟化石翼龙的性质重复了，正常来说他们不会同时存在于队伍上。堂哥很简单，靠劈开跟剑舞，反正初代化石翼龙我觉得超弱，本身血薄，自学高伤害招式也要自损。No 地震 No 眼崩，挂着岩石系却不会半个岩石招，伤害安定也就飞天而已。鸭嘴火龙跟妙蛙花的属性用不太到。绿版整队没人会地震，所以3D 龙起码要负责3个人，而本身种族值只有395，我很怕摸一下积木就碎了。第一站对上兵系权威科纳，3D 龙到底能不能成为绿版扛把子？用纹理变成冰加水看看，然后撑过一次攻击。敌人会判断对方属性来出招的样子，所以巴海斯改用不太痛的途径，10万伏特3下击倒。装甲鬼时的针刺加农炮也不痛，呆河马还不知道在干嘛就死了。迷存解狂暴也不痛，10万伏特伤害大于成龙的泰山压顶。绿版浩南哥就是3D 龙了，谢谢。蓝版使用鲁鲁米对付科纳。初代神技，哎，哦，什么？你说鲁鲁米怕冰4倍，那也要打得到才算数啊！干，死了，开始，爆炸，最后交鬼耿鬼收头，红版雷伊布吊打科拿省略。西巴主打岩石系跟格斗系，这2个属性比较吃亏一点。秘传有水系冲浪跟飞行系飞天，再加上超能力系是初代强权，西巴就被打到稀巴烂。橘子擅长毒系跟幽灵系，被地震跟虎地完克。红蓝版靠无脑地震，绿版又要靠浩南哥出来瞧事情。精神妨碍伤害要3下。还好对面耿鬼只有一招黑夜魔影，以自身等级的数字去减少对方血量，伤害勉强算55波。石梦不可能用，因为被初代笛子克死了。谢谢浩南哥又瞧好一块地盘。再来是鲁鲁米的好朋友阿杜，开打之前听聊天室说这边雕像怪怪的。阿杜已经成为初代暴风雪的龙系受害者，龙怕冰，暴风雪威力120，命中90，冰冻几率30%。水箭龟、成龙、水一步都能学，最后抢走G8人的冠军就破关了。不论御三家选哪一只，青绿前3只都是固定的，2只大雕终究要比出高下。
有人。你的老鹰，你的大雕终究是赢不过我的大雕了。不要学了。8888888，第二只胡地，堂哥运气不错啊，没有吃到精神妨碍。活伊布超精彩，完全就是一台对超能力决战用战车直接撸过去。铁甲暴龙怕洗澡。再来出现3组不同宝可梦，有暴鲤龙、风速狗、野蛋树。根据3家的选择会出现其中2只，个别交给属性相克解决。最后第6只打御3家，我以为我当时乖乖用伊布3兄弟，结果我差点忘了，我也是个 G8 人。红版、蓝版跟预想中差不多，绿版意外没有遇到大难关，3版算是轻松打败青绿。破关后还要补齐图鉴151，也是上下篇最重要的主旨。前面一直边讲边偷偷补完151，接下来说剩下几只难补的。吸盘魔偶跟大舌头都是换来的，红绿版用凯西跟呆河马。呆河马在华兰洞窟用最强钓竿钓得到，之前用软糖把呆呆兽一口气关到进化，才有人在聊天室说这里钓得到。蔓藤怪在有点意思的地方，位于真心镇下面游泳过去的草丛里。蔓藤怪因为地点跟外形的关系，被都市传说塑造成是失足落水的女主角。图鉴说明看不出有任何相关元素。黄版把地点改到狩猎地带，堂哥用红版的代币换得到，绿版对应的是大甲，也是用代币换的。所以这2只再加上蓝版有的交换肯泰罗跟戴龙，就能不必在狩猎地带左右，直接100%取得这4只大奖。水系大部分在双子岛，电系在无人发电厂，其余大部分在草丛跟洞窟解决，然后用大人的方式完成151。后来才发现 NGC 有插孔可以接传输线，直接跟我的裂空座 GBSP 进行交换。这台可以弹雕了啊，不是，是把它放好。终于完成图鉴151，超期待大木博士要告诉我什么，哪怕他多一句废话说你好棒哦，我都高兴。终于完美的完成图鉴了，恭喜你！没了，有点空虚。还有个地方可以炫耀，在玉红寺大楼3楼找他对话。哇，好厉害！终于凑齐宝可梦图鉴全部页数，恭喜你！奖状赠予玩家瑞德，你出色的完成宝可梦图鉴，此物将证明你伟大的功绩。Game Freak。黄版跟绿红蓝版的奖状稍微不一样，终于达成小时候未完的一大心愿，得到一张证明凑齐151的奖状。黄版也可以找旁边的人印奖状，需要一台 Game Boy 的印表机周边才可以印出奖状跟图鉴。总算完成一件人生大事，不过还有一件事还没完成。以前攻略上有写得到雷电皮卡啾的方法：1. 进行口袋怪兽运动场； 2. 满足了条件之后，在锦标赛取得优胜吧； 3. 得到雷电皮卡啾，这跟我原本看的怪兽向前走不太一样。皮卡啾，然后雷电也写错了，冲浪才对。这版翻的有点好笑，我不知道是哪版的攻略本。如果要用正规方法取得冲浪皮卡啾，就要把 Game Boy 的皮卡啾传到 N64 的宝可梦竞技场完成锦标赛，自动洗的冲浪再传回 Game Boy， 整个步骤才算完成。但我不想要停产的 N64 挂在我手上，所以后来选择另一个方法。利用精英版抓虫大赛触发 bug， 水晶版不行，步骤相当神奇。身上带满6只宝可梦，第1只需要瞬间移动或飞天这种的，第2只放可以学冲浪的宝可梦，3、4、5随便塞，第6只放皮卡丘。抓虫大赛开始时直接回头，被询问是否弃权，选否。出来之后直接使用瞬间移动或大地图移动的招式移动到满金寺。再把第2只到第5只共4只一起存入电脑，再回到抓虫大赛便会发生错位对话，选择结束。颁奖完，身上会多一只神奇的错误宝可梦，它暂时是第2只的状态，但是名字挂着第6只的皮卡丘，可以对它使用秘传03冲浪，学习到冲浪，然后带去私域屋寄养，再领出来就会变回原本的皮卡丘，学到的冲浪依然还在。私域屋这步是为了把它还原成原本的宝可梦。接下来去满金寺2楼最右边的时光胶囊跟黄版进行通信，把冲浪皮卡丘传回去，整个过程便大功告成。
黄版浅红是南边有个海滩小屋，带着冲浪皮卡丘跟老人对话，会发生额外对话。那是冲浪皮卡丘对吧？我非常惊讶有人把它带来。好，就只有你，我带你去特别的地方享受冲浪。终于在实际上看到传说中的皮卡丘夏日海滩，玩法很像红白机的越野机车，被浪冲起来的时候控制左右刚好翻滚1圈以上，安全着陆就有额外的技术加分，一直成功速度会越来越快。终于玩到只有耳闻的传说，真的是相当快乐，笑得跟孩子一样。看我像个小孩一样。完成151跟冲浪皮卡丘，彻底圆梦小时候的遗憾，一切圆满。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过了几天才发现少做一件事。当时黄版记录在做上集的途中消失了，这是重新打回进度的存档，平均大概多了4-5集左右，多练一只81级的水翼步，特殊值226，有哭声。它是启动未完成事件的关键，流程跟梦幻很相似。同样用飞天找特定训练家启动 bug， 再找任一位训练家对战，并且结束对战。这时把特殊值226的宝可梦放在第一位，去寻找野生的百变怪。黄版在红莲岛的别墅地下室，可以让百变怪进行变身，然后使用哭声4到6次，选一个自己迷信的数字。完成之后打倒或逃跑都可以。接下来不能遭遇任何一场战斗，前往华兰斯的老地方。出现大木博士，一只派出等级超高的肯泰罗，先跟他礼貌性的打声招呼，对方狠狠的瞪眼，我用电磁波麻痹他，然后再用10万伏特电死他，再干你娘！皮卡丘可以淡掉了，交给妙蛙花切牛排。67级野弹术，用喷火龙烧它，很平常的属性相克。第3只68级风速狗，水箭龟搞定。第4只69级喷火龙，之前对百变怪使用哭声是为了去影响御三家的参数，哭4次是喷火龙，5次水箭龟，6是妙蛙花，其他不变。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喷火龙比它快。最后一只70级的暴鲤龙，电4倍，还没死，梦幻挂了，靠带妈妈用怪力把它推死。大木博士的败北台词只有一句啊，果然啊，上角对打赌注金6930，比青绿最后一战的6435还多，所以根据大木博士的队伍去推测，也许他原本被安排在4天王的最后一战，或是像精英版瑞德那样的存在。5只里面有4只跟青绿是重复的宝可梦。上集也有提到橘子的对话，曾经提及大木博士是很强的训练家，所以我认为是废案的几率很高，但弃案原因不明。终于完成4个卡夹的151以及所有想做的事情，我把它放在平常收游戏的地方，有股放成就奖杯的实感。我确实玩过它，如果记录消失也不太在意，因为我已经完成我小时候想做又做不到的事，并且做成好看的影片跟记录过程分享给大家看。完成创作的同时也得到一份收入，作为继续创作的动力跟金源。之前因为2月确诊跟事情比较忙，导致影片晚1个月才完成，跟大家说声抱歉，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我是 TG 讲游戏，有缘再见。